有了 DNA 半保留复制的方法，有了 DNA 编码的对齐、交换片段相等，才能够既产生差异，又能保证人类 DNA 编码序列高度的一致性。在人类大约1万代繁衍后的今天，每代繁衍平均产生的差异增量仅仅只是千万分之 0.5 左右。只有这样，累计的差异才会是千分之 0.5， 人与人之间的平均差异是千分之一，也才能够和目前全世界族群 DNA 编码差别的检测结果一致。如果说在生命繁衍中，减数分裂是惊天动地的事情，那么让减数分裂能够惊天动地的，就是 DNA 编码和数学。我们一直在讲数学，例如编码数必须对齐，编码数相等才能交换， DNA 编码突变率只有10亿分之一，人与人之间只有千分之一的差异，人类繁衍平均产生的差异增量只有千万分之 0.5， 累计差异千分之 0.5 等等。我们一直用严格的数学在分析，因为数学能最深刻、最直接地表明哪些是不可能产生的假说，哪些是必然发生的事实。正如数学家本杰明所说的，数学不是理论的构建者，也不是假说，但是它却是理论和假说的法官，是理论和假说必须服从的裁判者。没有数学的认可，既没有规律可以遵守，理论也得不到解释。因此，数学是科学的女皇。进化论常常用抽象的概念误导人，例如 DNA 编码的突变，他们说是基因突变，严格讲应该是编码突变，因为人体的60亿 DNA 编码中，只有 3% 属于基因， 97% 都不是基因。 DNA 编码突变是整体而言，不单单是基因的部分。人体60亿 DNA 编码复制一次只有6个突变，我们一生平均有50次细胞分裂，50乘6只有300个突变，一代人60亿编码只有300个突变，丝毫不影响染色体的恒定性，不影响人类基因组的恒定。进化论常常用突变来吓唬人，因为突变人就进化，似乎很有道理。只要认真地分析编码和数学，进化论在科学上就完全站不住脚。在减数分裂的过程中，遵守了2个铁律，一是保证了染色体的恒定性，包括染色体数目的恒定、染色体长度的恒定、染色体着丝粒的位置的恒定、各染色体 DNA 编码数量的恒定、各染色体 DNA 编码序列的恒定、全部染色体 DNA 编码总量的恒定、基因的数量的恒定、基因在染色体上分布等要素都是恒定的，这样才能够保证人类基因组是恒定的。第二，保证了每一代形成的 DNA 编码差异增量
在千万分之0.5左右，并在这个范围内形成子带和父带间、子带和子带之间的减数分裂遵守2个铁律的事实，是从人类 DNA 编码的解码和数学分析的检测结果中显现出来的，是无法否认的。这2个事实完全推翻了联会和重组以及突变是进化动力的假想。编码和数学的事实也证明，有丝分裂和减数分裂都没有破坏染色体的恒定性，它们形成的每代 DNA 编码差异增量也十分微小。因此，从第一对父母以来，人类连微进化也没有发生。推而广之，一切包含减数分裂生殖过程的生物，都不会因为突变和联会发生进化、退化、变化和骤变。减数分裂联会的过程，在现今技术条件下，虽然不能直接地观察它发生的细节，但是有3个基本点是能够确定的。第一，联会时，来自父亲的23条染色体和来自母亲的23条染色体进行对应联会，如1号和1号、2号和2号。它们没有眼睛，但是完全不会出错。第二，当它们交换 DNA 片段时，既有交换形成的差异，差异又非常微小，每代交换形成的差异增量只在千万分之0.5左右。第三，交换的片段是对等的，因此联会并不破坏染色体的恒定性。我们从以上3点可以看到，都是来自编码和数学，而每一个步骤的完成都是 DNA 编码自身的信息、调节信息、控制信息、指挥、执行信息负责去完成。有了以上3个基点，我们就找到了这个百年疑问的答案了。2006年，美国国立人类基因组研究所发布的报告说，在2003年4月，当研究人员完成了人类基因组计划的最后分析，他们确认人类基因组的30亿个碱基对的遗传字母，在每个人身上都是99.9%的相同。这也意味着，在这个星球上，个人的 DNA 差异平均只有0.1%，也就是我们说的千分之一。有一位数学专家说， DNA 编码我不懂，但是30亿编码每个人99.9%相同，只可能来自第一个人。这是数学的结论，这并不需要很深奥的数学，用中学生所学的数学概率知识就可以验证了。可以看到，这是一个非常精准、非常权威的报告，因为它关乎全世界每一个人，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报告。这是众多科学家的时间和心血换来的。
令人欣慰的是，最终的结论并不是高高坐在科学殿堂的顶端，让人摸不着、看不懂。其结论却是每个人都可以去查验的，因为每个人都可以在美国基因银行免费向全球开放的网站查阅人类基因组30亿编码数据的真实性。每个人都可以用一滴血、一根毛发、一星点黏膜查验男女常染色体没有区别的真实性。每个中学生都可以用数学概率知识计算全部人的编码来自第一个人的结论是否正确。